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 Dustin。我们今天呢要来看一种题型，是 GMAT 里面非常常见的 CR 题型，叫做方案目的题。为什么 GMAT 的逻辑题特别喜欢考这种呢？跟其他的逻辑题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先要回到 GMAT 的考试本质，它就是商学院的考试。在商学院的世界里面，会有非常多你需要针对方案去做决策的情境。GMAT 作为一个能力测验，它比起你在其他地方所做到的逻辑测验，还来得有更多具有商业情境的故事内容。官方也在题目的分类里面把 CR 题目分成好几类，其中有一类的名字就叫做 Evaluation of Plan， 所谓的方案评估题。这种在 CR 里面占比1/3以上的题型，它到底有什么特殊的解题方式？我们今天所用的题目全部都是高难度的题目，它是来自于官方所出的叫做 GMAT Advanced Question， 里面全部都是高难度的题目。我们可以用高难度的题目就能完完全全的知道方案目的题到底 GMAT 是怎么设计的，包括它的文章内容、混淆选项，还有就是作为考生在考试有时间压力之下，我们要怎么去克服它。大家都知道 Dustin 一贯的风格就是我不会去给你很多的规则，我也不会去把题目分成很多的细的子题型，我也不会去告诉你说每个选项要分成不同的类型。我们都是从思考出发，掌握了几个重要的原则，剩下就是不断的示范跟练习。我们现在来看，等一下会反复的用到哪些关键策略。第一个，有上过 Dustin 课的同学应该都知道，Dustin 在做题的过程中非常重视问句，不只是你等一下看到的方案题，乃至于 CR 题，乃至于 RC， 或者是我们在 DI 里面看到的 DSR、MSR 或者是什么 TPA 这些题目，所有的题目我都会跟你讲说，问句一定要速度放慢，仔细的读，问句差了一点，那个题目的答案就会天差地远。所以等一下我们一定会做的一件事是，请大家一起来跟我分析问句哦。第二件事情，在方案目的的题目里面，你一定要用代入思考，因为呢，方案目的的题目所有东西都是解 case，你与其把自己放在一个第三者，把自己放在一个考生的情境，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要把自己带到一个当事人的角色。带进去之后，你要在看选项之前，先有一个 pre-think。这个 pre 指的意思是看选项之前，也就是把这道题当做是纯简答题，假装5个选项不存在。你必须要先想好自己的答案。你觉得你会在乎什么？你觉得这个方案成功或失败，你会用什么样的指标来去评估或 KPI？想好这个东西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接下来看选项的时候，第一轮快速的筛选，你可以用你的指标来做筛选，不要每一个选项都回去看一次文章，不要每个选项都是各自独立思考，可以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来去看5个选项谁符合谁不符合。二轮筛选的时候，再回来去检查到底这篇文章的中心议题是什么，重新带入角色去做抉择。其实就这么简单。你说 Dustin 有没有什么更细的一些规则、一些但书或者是 exception？其实并没有，所有的方案目的题在考试的时候就是这样思考。因为你要想，当我们平常创了太多的规则、细则、技巧的分类的时候，在考试那种时间压力需要快速反应的情境，你就会全部用不上，对不对？好，把事情搞得越复杂不是一件好事，我们要把事情简单化。简单化就是我们会用这样的一个流程来做题，我们重新重复一遍的发现，我们会在这5个地方停下来，去套用这5个做题的关键策略。第一个地方，先读问句，问的到底是什么？第二个，读完文章之后，找到一个角色，最好是当事人带进去。第三个，带进去之后，先不要去看选项，先想好你如果是当事人，你会最在乎什么东西。第四个，用你的预先思考去筛选，快速筛选第一轮的选项。第5个，最后一轮的时候，再回来重新检查这道题目的中心命题，然后呢，重新带入这个角色。我们今天有准备了7道题，我们每一道题都会是确实的示范，在考场上会怎么做到这些步骤。第一道题目，我们先来观察一下问句。我自己的习惯会是先读问句，我可以比较好抓到我的立场，甚至我还可以提前知道我要带到哪个角色去。如果要去评估 the likelihood that wildlife officials plan will succeed， 这个官员的方案会成功的几率，那我们呢去决定下面哪一项会是最有用的。你们在看这个句子的时候呢，可能大部分都会把重点放在 evaluate 这个字身上，说哦 Dusty 这就是一道评估题。我没有要反驳你，的确这道题目辨认它的态度类型蛮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另外一件事是它到底要评估什么东西。举个例子，今天对于一个方案，你可以去评估它能不能达成目的，你也可以去评估说这个方案就算达成目的，会不会花了太多钱，它的成本效益。
你可以去评估是不是这个方案它本身就是不实用，虽然能达成目的，可能也不会花很多钱，可是它能够使用的情境实在太少了。比如说，只能在冬天的时候用，只能在下雨天的时候用，甚至使用的范围实在太小。你也可以这样评估，你有各种方向可以去评估。我们更要去仔细读这个问句里面他要评估的东西。那我们可以看到，他要评估的东西是能不能成功。你只要在GMAT 的世界里面看到方案能不能成功，它的意思就是指能否达成。所以我们今天评估的标准已经确定了，能不能达成目的。我们也可以大概预知到说，这个题目其中有一个当事人是野生动物的保育官员。等一下，我们可能会去带到这个当事人的角度去思考。First discovered several years ago in North American Lichen rivers，在北美的湖泊、河川里面，大概前几年才首次被发现的是 Northern Snakehead 蛇头鱼，它是一种外来种的鱼 ，with no local predators，它在本地是没有天敌的。To keep the northern snakehead population from growing，我们为了要让这种鱼不要扩张，在过去3年，官员他已经一直在付钱去请当地的那些业余的钓手，他们只要每钓到一些鱼，就要付钱给他们。用这种方式，官员们是希望能够去停止蛇头鱼，去消灭本地的稀有物种。我们现在看完这篇文章之后，再来思考一件事：我的角色是谁？我要评估这个方案是不是能成功。很多同学会说 Dustin， 我就带入这个官员的角色，去想我的方案能不能成功。但是我们来想一下，在实际的情境中，官员会自己评估自己的方案吗？其实很少的，你一定会觉得自己做得很好。那谁会去评估官员的方案？是鱼会去评估官员的方案吗？好像也不是，对不对？鱼它没有评估的权利，它也没有思考的权利。那是这些钓鱼者会去评估官员的方案吗？也不是，钓鱼者就是收钱办事的。我们去想象是上级主管评估部下的保育措施，我们的评估标准是能不能够达成目的。注意哦，在看文章的时候呢，他有讲到2个目的哦，一个目的叫做去阻止蛇头鱼的传播，另外一个目的叫做去阻止蛇头鱼去危害野生物种。我想我们的目的应该就是这2个，就可以先去做 pre-think。如果今天我要看能不能达成目的的话，我会去找2件事情。第一个东西叫做蛇头鱼的数量是不是有变少？第二个我会看的指标是到底我们能不能真的保护稀有鱼的数量。这个时候我们有了自己的评估指标，我们就可以来看选项。第一个选项说当地的蛇头鱼的数量真的有被减少，被借由引入天敌来减少。好，注意哦，这个是 GMAT 里面常见的一种混淆选项。好，我先讲这个选项其实是不对的。为什么不对呢？我们等一下再来说。你第一轮在看的时候，先不要想太多，以它有没有对到你的 prefix 为主。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句子里面很明显有对到你的 prefix 的地方是，我们刚刚说的其中一个指标是蛇头鱼的数量是否会减少嘛，还有对到你的 prefix，所以这个选项我们可以先保留起来。我们借由引入天敌的方式，是不是真的能够让蛇头鱼的数量减少？主轴有对到我们刚刚讲，我们想要看蛇头鱼的数量，所以这个选项我们先保留。B 选项说，How local population numbers of rare native fish species have been changing since wildlife officials stopped paying recreational fishers to catch northern snakeheads。说当地的保育稀有的鱼类的数量是怎么变化的？这不也有对到我们的预想？我们刚刚不是说我们要达到其中一个目标是要保育当地的稀有鱼类吗？所以我要去评估这个目标能不能成功，我就是要去算到底当地的保育稀有鱼类的数量是多还是少。这个选项我们也会去保留起来。比如说，whether fish species on which the northern snakehead preys in regions to which it is native and in which it is abundant have become significantly depleted in recent decades。好，到底蛇头鱼它们所捕的这些鱼种，在那些鱼种是原生的地方，以及这些鱼种是很大量的地方，这些蛇头鱼所捕猎的这些鱼种，在过去的这段日子里面，是不是大量的变少？这个选项它也有去点出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要观察它所捕猎的鱼种有没有变少，我们也会先把它保留起来。你看，这就是我说的高难度题目的特色，就是你有可能保留到第2轮的，不会只有1个选项，有可能会有2到3个选项。第4个是这些蛇头鱼，在我们用这个方法之后，多少数量被捕猎了？这个选项本身可能就没有对到我们要的，因为我们要看的是指标是蛇头鱼有没有变少。你被捕的量多或少，不等于你的量有没有，不等于就是大自然中的蛇头鱼的数量有没有变少。
可能今天蛇头鱼长得太快，就算你捕得多，在大自然中的这个蛇头鱼的数量还是多，所以 D 选项没有办法直接对到我们刚刚要求的。我们刚刚的 prefix 叫做蛇头鱼能不能停止成长，还有野生的稀有鱼类能不能够停止变少。但你说我们捕到的蛇头鱼好多，那不能证明野外的蛇头鱼变少。D 选项在逻辑上不会对到我们的评估指标。E 选项说稀有的鱼类是不是有遇到蛇头鱼之外的其他威胁？问题是其他威胁我不管啊，我们只管蛇头鱼对野生鱼类的威胁。那至于这些本地的鱼种遇到了蛇头鱼之外的威胁，不在我们的管辖范围之内的，这个选项也会被我们排除掉。各位可以看到，难题的一个特色，不是说文章里面的个写的很复杂，也不是说文章里面有很多深难字，这篇文章也是很贴近我们生活的情境。但难题的特色就是，它在文章里面一定会放上我们预先分析所要考虑的因素，选项里面会放上我们预先分析所要考虑的因素。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对命题的分析程度。我们在第二轮的时候回来检查 key issue， 就是问句或者是结论里面所强调的东西。重新回来看一下问句说什么，方案能不能达成目的的。我们不是只有能不能达成目的，而是方案能不能达成目的。你要达成目的的功劳一定要归到这个方案身上。如果是别的方法达成目的，那跟你的方案没有关系。你再回来看 A 选项，你就会发现 A 选项有一个问题。他说蛇头鱼的数量是不是能减少？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他后面讲的这个减少是透过另外一个方法去引入天敌的方法减少。我们文章中用的方法叫做付钱请钓鱼者，蛇头鱼的数量可以透过方案 B 来减少。那问题来了，方案 A 到底有没有用？就不知道了。方案 B 不管好或不好，都跟方案 A 没有关系。隔壁的孩子考试考了100分，也不代表你家孩子考试会考0分。所以你们发现，第二轮在思考的时候就可以知道，这道题目的命题不是只有能不能达成目的，而是你的达成目的是不是因为你的方案所导致。所以 A 选项会被我们排除。B 选项的部分，第一个，我们重新检查我们的2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叫做蛇头鱼的数量有没有办法停止成长。第二个目的叫做本地的野生的稀有鱼类有没有回来。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强调的是本地的稀有鱼类的数量有变化，的确是我们会评估的指标。它有没有跟方案建立起连接？我们刚刚不是最在乎跟方案建立起连接，它也是在讲我们做了这个方案之后，能不能够让鱼类回来，就有跟方案建立起连接。特别强调是做这个方案，所以这个选项相对之下比 A 选项来说，它跟方案的连接度更深，我们会把它保留起来。再用同一个指标去看 A 选项，它有没有跟我们这个方案建立起连接？C 选项跟 B 选项相比，它同样在乎的是野生鱼类的数量有没有回来。但你有没有发现 C 选项所强调的时间是 recent decades， 就是在方案实施之前的最近几十年。可是问题来了，我们今天如果要看这个方案的成效，我们不是应该看方案实施之后的未来的状况吗？如果是看方案实施之前的状况，我们哪看得到方案的成效？C 选项跟 A 选项它犯了一样的问题，就是你是有看到它能不能达成目的，但是呢，这个能不能达成目的是不是由这个方案决定的？A 选项明确告诉你是由另外一个方案决定，那就跟你的方案没有关系了。而 C 选项跟你讲，我们看的是方案之前的数据。那问题是，我们要评估一个方案是不是有功劳，我们应该看的是方案实施之后的状况。所以看方案实施之前的数据，无法帮助我们知道到底这个方案的功劳是什么。最后这道题答案是 B 选项。我们重新回顾一下刚刚在做题过程中，我们做到了什么部分？第一个，看问句不会只看态度，会看这个问句所针对的对象。你会看到这几个字非常重要 ，succeed 代表的是能不能达成目的，但是呢，这个句子还要讲到的 plan， 所以怎么达成目的，一定要是指这个方案，别的方案不管，一定要跟这个方案有关系。再来，我们带入的角色是去评估这个部下的方法真的有没有办法达到目的的。我们思考之后评估的指标有2个，一个是文章里面讲到的目的1，一个是文章里面讲到的目的2，分别是这种鱼类有没有减少，以及稀有鱼类有没有变多。用这些指标去做快速的筛选，最后重新检查一下命题，确定要选跟方案最相关的，我们就可以选到正确的选项。我们刚刚做到了重新检查命题这件事情，我们也做到快速筛选这件事情。我们再继续往前走哦，黑啦这一题，第1个步骤还记得是什么吗？问句说什么？下列何者若为真，
则最可以成为在逻辑上的有效的 rebuttal 是削弱的意思。A proponent of the city's plan will make to Taylor's objection。rebuttal 这个字其实原本是在文法上是放在 make 的后面，它这边省略了一个 which 或 that。如果今天形容词子句的冠带是作为受词的话，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冠带省略。其实这个地方省略了一个 that。这个反驳是谁对谁做的？在子句里面，支持这个城市方案的人去对 Taylor 的反驳再去做反驳，去反驳对方的反驳。方向看得很清楚哦。很多同学错误的习惯是说 Dustin， 我就知道这道题是削弱题，可是问题是谁削弱谁？你要站在支持这个城市计划的角度去反驳。等一下带当事人的时候，也不要去带错。Taylor 说，很多人他们不愿意来我们的社区消费，是因为路边的停车位非常的少。台湾可能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哦。台湾的话，你没有停车位，我自己创造个停车位来停。下一句话说是市政府现在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他打算加上停车收费器，来确保足够的空位可以让人来用的。就等于说原本是可能免费，大家都想停，那空间就很稀少。那现在我们就使用者付费，用以价质量的方式，让路边的停车位可以被更多人用到。这个计划肯定会放火。backfire 的意思，字面上当然是不好的字，但是实际上意思是适得其反的意思。来 shopping 的人，他们就不喜欢付费免费仔啊，对不对？所以大部分的人他们会开车去其他有免费停车场的地方购物，你反而把顾客赶跑了，很贴近生活的情境。要带到什么样的角色去思考会比较好呢？一定会先想说，我们要带到的角色是推出计划的人，去想要怎么样去反驳对方。对方说这些人会被赶跑，我要证明的是顾客不会被赶跑。但一想到这个点的时候，其实更进一步的，你就可以把自己带到顾客的角度。如果我是顾客的话，有什么情况是虽然收费，但是我不会跑走？逻辑是这样子：第一个，我们最自然会把自己带到官员的角色。身为官员要反驳 Kla 说这些人会跑走，我说这些人就是不会被跑，就会不会跑走，这是我的基本立场。那接下来我要怎么说服 Kla 呢？如果我是顾客的话，为什么我不会跑走？你的带入就会马上换一个角色，变成如果我是顾客的话，有什么情况我宁愿缴钱给你，但是我不会去跑走。我们可以来思考，如果我是顾客，我发现这个商场原本免费的停车要收费了，什么情况我不会跑走？虽然这个要收费，可是我对这个钱是不敏感，要收就给你收，我才不会去计较这个10-20块。另外一种情况是，虽然要收费，可是我跑走的成本更大。虽然你要收费，那我如果跑到别的地方去开车，结果我花了2到3倍的油钱，2到3倍的时间，那还不如给你收费。第三种情况，可能你要收费，但是商场有免费停车优惠，买超过多少你就可以免费停车几个小时，所以这个收费对我来说呢没有关系。大家应该都有听懂。如果我是顾客的话，你看带入这个角色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很快的想到所有的可能？我们就站在这个 shopper 的角度去看这5个选项，谁有对到我们的思考？第一个选项说，大部分的 shopping 的人，他们就是不喜欢一直在找车位，他宁愿付费也不希望一直在找车位。那是不是点到我们刚刚讲的？我宁愿付个小钱，我也不要一直浪费时间或更多的金钱或跑走。所以 A 选项会被我们保留起来。说身为顾客的角度来看的话，其中一个我愿意给你收费的原因就是我根本不想要浪费更多的时间跟金钱。A 选项符合我们刚刚讲的，我不想要浪费其他的成本，所以我们会把它保留起来。B 选项说市政府会在上面去贴上时间的限制，去确保这些停车场不会说迫使人们要去付，又可以让停车场都可以停得到。那我问你，你到底是想不想收费啊？你一下又说要收费，然后你一下又说你在这边会贴停车时间限制，你到底是想不想收费？作为一个顾客，我看到这种停车时间限制，我会开心吗？让我能够停在这边，不会跑走，我宁愿付钱给你的原因是什么？就像我刚刚讲的，我追求避免更大的成本，我开到别的地方我还要花油钱，我找车位我还要花时间，或者是我对价格本身不敏感。那市政府在旁边贴一个 sign 跟我讲说，我没有强迫你付钱哦，有一个免费停车，比如说15分钟的停车限制，这对我顾客来讲是我在乎的吗？很明显好像无感。B 选项不会被我们考虑到。你看我们在看选项的就有一个特色，我们带了这个 prefix 之后呢，我们看每个选项都会去站在顾客的角度去做思考，你就会更容易融入，而且更容易去快速去确定这是不是你要的决策。C 选项说，大部分的这些顾客只是偶尔跑去别的地方消费，好像
有一点对到我们的想法的。因为刚刚我们说，我们最怕的点是这些顾客跑到别的地方去，会不会被赶跑？那 C 选项好像跟我们讲说，其实顾客本来就不太会去走到别的地方去。D 选项对到我们的思考，我们会先把它保留起来。D 选项说，这个社区本来就已经有收费的停车场。问题来了，我们就已经知道是本来的停车场就是不够多，我要看的是新增收费停车场之后会不会有问题。所以 D 选项也不是我们顾客会考量的东西。停车位太少，你跟我讲本来就有停车场，所以嘞，D 选项被我们排除掉。E 选项说附近你刚刚讲那些有免费的停车的空间，他们是没有停车时间的限制，然后他们的停车位也都 OK，也都是可以随便停。如果我是顾客的话，请问你，我是不是就直接跑到别的地方去停了？你跟我讲那个地方没有停车的限制，也不用收费，那我直接跑走啊。所以这个方向就是完全相反的，反而无法证明我不会跑走。所以 B 选项被我们秒删。你看，如果站在顾客角度来看的话，就会马上看出它是一个方向相反的选项。最后，我们再来重新看一次这个问句的焦点。第一个，我们要针对的是这个方案；第二个，我们要针对的是它的反驳。反驳的重点是这个计划本身会导致不好的效果，所以我们要证明的是跟这个计划又要相关。这个计划的本质是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去加上停车收费。那 A 选项告诉我们说，人们讨厌找车位胜过于讨厌付钱，那宁愿付钱也不要浪费时间找车位，是不是就是跟我们的计划是相关的？C 选项犯了什么问题？他说现在人们偶尔才去别的地方消费，这是现在的状况。我们要看方案会不会成功，是当我们做了这个计划之后，未来会发生什么改变。这个选项特别强调现在，意思是现在他们很少去别的地方消费，那谁知道未来他们会不会？未来实施之后，这些顾客会继续留住，或者会跑走。D 选项他又犯了一个我们刚刚看到一样的问题，你拿的时间是方案实施之前的状况来比。我们刚看到这个 C 选项也是一样的，过去的这十几年来，当地的鱼类的数量，你用过去十几年的数量没办法证明什么东西，因为我们要看的永远都是你方案做下去之后会不会有什么变化。那你会发现这个选项的设计模式上跟刚刚的选项是一模一样的。你告诉我现在人们跑去哪里消费没有用，方案实施之后，这些人有可能随时跑走，他现在在这边消费，不代表未来会在这边消费。所以 C 选项它也没有办法对到方案实施之后发生的事情。最后这道题答案是 A 选项。像这种高难度的题目，最常见的混淆选项就是，虽然看似提出了一个有关联的因素，其实呢不一定跟你的方案实施有关联，有可能这个因素是早就存在的，有可能这个因素是方案实施之前就存在的。而你无法证明方案实施之后这个因素会不会变化或消失。那你也可以注意到哈，带入的时候，我们随时都去寻找一个更贴近的角度去带。举个例子，如果刚刚这道题目我们直接用官员的角度去带，不换成顾客的话，你可能思考就会更慢。你身为官员去思考，你要说服的是顾客不会被赶跑，那你还不如直接带到顾客的角度思考，会更直观。带入思考，你只要选到一个最贴近的角色，后面的拟答或后面的筛选就会非常的轻松快速。我们再来看第三题，问句说下列何者若为真，能够当成最强烈的根据？那什么样的根据呢？去主张、去实施、去执行 ，implementation 指的意思是执行，去实施执行文章里面所讲的建议，不会导致想要的成果。看到 Dustin 示范对问句的仔细分析，现在你就可以知道这个问句想要看到的重点了。第一个，当然它是否定的，所以它是证明不会有成果，它是小弱题，重点不会只有在小弱身上。第二个就是我们要看的是能不能达到目的。那当然，现在你也可以提前去注意到一件事，就是这个方案能不能达到目的，它是要跟方案有关联。所以等一下，如果我们有看到能不能达成目的，我们还要再回来想，他所给出的因素是不是真的由这个方案所导致的，还是说不管有没有这个方案，这个因素都存在，不是跟方案有关系，你不能把这个责任推到方案身上。OK，一定要是方案能不能导致目的，而不是只看目的有没有达到。万一有负面因素，我们要看是不是方案的责任。尽管小学的幼童，他们传统上都有吸收了大量的这个视觉艺术的这些教育，教画画之类的，他们在音乐课上却没有受到一样的教育。就是我们可能太偏重画画，没有去偏重音乐。因此，相对于视觉艺术，也就是画画来讲，大部分的成年人都不懂得去欣赏作曲家的美学意图，不懂得去欣赏作曲之美了。为了要去解决这个情况，也就是为了想要让大家能够懂得欣赏作曲之美。好，那有一些的这些教育家就建议我们学校应该要来教学生作曲。那这个地方我们重新思考一下，
我们最好带入谁的角色？第一个，我们当然会把自己放到教育家的角色。教育家想要说服大家说，只要让大家学作曲，就能够欣赏作曲之美。但是注意哦，这道题目是削弱，所以呢，你站在这个角度就是反过来了，放在一个批评教育家的角色。那谁会批评教育家？对，更贴近。我们每次换一个角色，我们要追求的目的不是说平行替换。如果你想说我们要找教育家的敌人，这样就没有换角色的意义了，因为你换角色的目的是要更贴近你的生活，不是要更远离你的生活。如果你在实战中你要换角色的话，最好是换到家长的角色。谁最常跟老师吵架？其实不是学生，是家长哦。小孩子根本不会因为学作曲就欣赏作曲之美。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其实你还可以更进一步带到我就是学童。我学了作曲，也不会欣赏作曲之美。你看，我们的角色的变换有一个特色，我们第一个会让角色的变换符合我们的态度。第二个，我们每变换一次角色，我们不是平行变换，不是从教育家变成另外一个教育家，我们是会越来越贴近自己的生活。角色带入思考的方法，在别的题目不一定能实现了。比如说，如果是在一些纯逻辑的题目，你可能没办法做到这一件事，但是在 CR 里面，尤其是方案题里面，绝对可以做到，因为方案题全部都是实际生活中的故事。现在自己的角色是学童的角色，我就是不喜欢上作曲课。那有人跟我讲说，我可以去欣赏作曲之美啊，那我要怎么去证明？我学了作曲也不一定会欣赏啊，我学到的可能就只是技术，只是规则，但学到规则不等于我会欣赏。站在这个立场去看下面的5个选项，谁最能够对到我们的思考？第一个，很少有学童他们会去创作出伟大的曲目。刚刚是不是说了，我身为学童，我要证明给他看的是，学作曲不等于会欣赏。A 选项只是跟我讲，我能不能去创作出很厉害的曲目，可是没办法去连到会不会欣赏，所以 A 选项不能够去对应到我刚刚的思考，这不是我们要的。B 选项说，传统教育很重视这个视觉艺术，但是却并没有去重视这些艺术家的美学意图。点到一个点，学艺术不等于能够欣赏艺术。他说，传统教育也是蛮重视艺术这一方面，但是呢，视觉艺术不等于欣赏美学。B 选项被我们留下来，我们就可以想象自己是学童，我要怎么证明给你看，说我学作曲也不会欣赏作曲之美？我就跟你讲，我学画画也学很多，你看现在的课给我那么多画画，可是我也不等于我会欣赏作画之美。B 选项的确是我们站在学童的角度要反驳可以讲出来的话，所以我们可以保留起来。D 选项 More people report that they enjoy music than report that they enjoy visual art。越来越多的人比起赏画，他们更愿意赏音乐。那你可能会说 Dusty， 那越来越多的人回报懂得去赏音乐，那不是代表说他们懂得欣赏作曲之美了吗？比较敏感的同学应该有发现一件事情，我们刚刚有预先分析问句，问句的特色是要去连到这个方案，要去证明是你让小孩子学作曲，才让他们去欣赏作曲之美。可是 C 选项它只有连到说越来越多的人懂得欣赏作曲之美，这些人懂得欣赏是因为你的方案所导致的吗？我们无法证明，所以你就无法去连到这个目的的达成是不是因为你的方案所导致的。它就是 GMAT 设计高难度方案题的时候是一个大众的混淆选项，它让你看到目的能达到或者是不能达到，这个因素不一定是直接关联到你的方案。读选项，有些作曲家根本很少学过作曲，可是我刚刚说作为学童，我要证明的是我学了不会去欣赏作品。你会发现这个读选项它只是跟我们讲会不会作曲，有没有学过作曲，它没办法帮我们连到说会不会欣赏作曲之美，所以读选项也没有连到这个欣赏作品的美学，所以也不会对出答案。一选项这个建议本身是根据一项研究，而这项研究是来自于一个城市里面的3间学校。可是问题来了，没有人跟我们讲说一个城市里的3间学校到底是一个大的样本还是小的样本，到底今天你从这边抽样是准的还是不准的？没有人跟我们讲这3间学校里面的学生是不是有代表性，有还是没有都不知道，我们也无法去进一步的推论说你的建议是有问题的。最后这道题答案是选择的是B选项。我们在看这些选项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对于常见的无关选项，像 A 跟 D， 我们只要把自己带到正确的角色，找到正确我们想回嘴的方式，我们可以立刻辨认出它都没有连到作曲之美的。但是对于混淆选项而言，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细读问句，可以让我们知道这道题要的不是只有目的达到，这道题要的同样也有方案要编到目的。结合细读问句跟找到适合的角度带入，你就可以同时做到快速筛选无关选项跟细部筛选混淆选项。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要怎么去分析。第一个，先看问句，很长。我故意选这个，就是因为这道题目其实有点非典型，而且这道题目问句比较长，方便大家做分析。我们来看一下 ，Suppose an individual farmer in country R wishes to minimize the impact on profits of the grain quota, whose eventual imposition is being predicted. 假设在 R 这个国家有一个农夫，他想要去最小化对利润的冲击，作物配额制对利润的冲击 ，whose eventual imposition is being predicted。这个制度的实施是在所难免，它最后的实施是可以被预测到的，意思就是你无法避开，你就不能说预测国会不会通过，什么预测政府下台换届，不能去预测，反正这个计划就是会被实施了。你要去尽量去减少它对你的冲击。注意哦，这个 impact 的意思指的是说负面的影响，对我们来说要尽量的不要被伤害到。If the farmer could do any of the following and wants to select the most effective course of action, which should the farmer do now？ 所以你可以知道哈，要找带入的角色其实不困难，带入的角色就是农夫。我们要取得的立场是要想一个方法，最小化损害，最大化利益。那现在我们来看文章里面说什么东西，在这个国家的农业政策之下。他们如果有在市场上卖不掉的东西，在公开市场上卖不掉的作物，他们就可以卖给一个委员会。你就想像政府有保障收购，就是如果你在市场上卖不掉，政府愿意帮你兜底，用一个保障价格把你剩下的股都买下来。It seems inevitable that in order to curb the resultant escalating overproduction， 而不可避免的是，为了要去消解过度生产，政府的农会在几年之内就会做一件事情。开始去实施配额制，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限制每位农夫他们所生产基础之下，会有一个固定的比例。比如说，你之前产100，我就帮你打个6折，变成60；你之前产1000，帮你打个6折，变成600。现在要想办法做出最小化伤害的事情。那我先问各位一件事情：当今天你要去分析一个政策对你的损害，并且要想办法去避免这个政策对你的损害，你会做的方法是什么？从政策的内容下手。政府有出了一个新闻说我们改了所得税的税制，那你就会想要点进去看它怎么改了，它税率往上是还是往下降？它计算的方式到底变成怎么样来计算？或者政府突然跟你讲我们要推出打房的新措施，那你身为房产的投资客，你就会去看打房措施里面用的新计算方式是什么？它适用于怎么样的人？所以你要想一个方法，最小化损害最大化利益，因为你今天要针对的是这个方案所带来的损害，所以我们要回来去重新思考这个方案怎么去下手。方案的特色是什么？用法案实施之前的产量打上一个折，固定的折配等于未来的配额，其中这个固定的折是应该不是由你能决定的，是政府设定的。想象的点可能就会是我们能不能够把法案实施之前的产量尽量冲得高一点。虽然折我不能确定，但是至少这个地方我可以确定，这样未来的配额就会变得更多。或者是我可以想办法，就是不要走政府的配额，我们可以把这些股都另外卖出去，是自救方法。要么就是我还想要走政府的配额，那我就是希望把这个配额走冲越高越好。那政府的折我无法确定，我无法决定，我就把这个呈上的法案实施之前的产量，我把它冲得越高越好，这是一种方法。另外一种就是我不要走政府的配额了，我们去自寻生路。那我们来看这5个选项。第一个 ，select in advance currently less profitable grain fields and retire them if the quota takes effect。选择那个最不值钱的农田，在方案实施之后，把那个农田淘汰掉。这个好像跟我们刚刚讲的，要么增加配额，要么是自寻生路，没什么关系的。你砍掉自己的农田，虽然它是最不赚钱的，但你砍掉它，多少也都是损失。你所有的农田应该都是要去赚钱的。你把那个最不赚钱的农田砍掉，虽然呢损失比较少，但它也是损失。那我们会先把它保留起来，我们要去比较哪一个方法对我们来说最好。但是 A 选项我们会先保留起来，我们知道它还是会有损失，但损失相对比较小。B 选项说我们想办法先把未来的价格锁定住，的确也有关联，可能把未来的价格锁定住之后呢，我就不会去亏钱卖。B 选项我们把它保留起来。
C 选项收割机换成新的收割机，重点是你未来它就是给你定一个配额，收割了再多都卖不掉，你又要花机器的钱，然后你收割再多都卖不掉，所以这个 C 选项本质上就是没有任何意义，是会被我们直接排除掉的。D 选项，我们把那些边边角角的土地原本没有在种谷物，现在都让它来耕种，增加耕种的面积，增加谷物的耕种。回到我们刚刚的想法，政府的责无法决定，但是我希望让未来的配额变得更多的话，那我就是用法案实施之前的产量去乘嘛。趁法案实施之前，我故意去冲我的产量，那我只要在法案实施之前把我的产量冲高，那我未来的配额也会变得更好，更高的度选项会被我们保留起来。那一选项说是跟其他的农夫一起协商减产，这个感觉上好像只是拉别人下水，要亏大家一起亏，你只是满足自己的情绪价值。如果我是农夫的话，你也减产了，那我也减产了，最后只是大家一起没有赚到钱，但是没有说减少你的损失，你只是让别人也去损失了，但你没有减少损失，一选项也会被我们排除掉。现在我们再来去重新思考这几个选项，要的是最小化对利润的冲击。我们带入的角色是农夫，我们现在重新来思考这些选项。第一个，如果今天我把一部分的土地 retire 掉的话，导致说我的配额会减少，不仅不是最小化，反而还是更大化我的冲击。因为配额就是用土地的大小去乘上一个固定的折数，得到未来的配额。那你主动把土地砍掉，不是反而让你的配额减少了吗？A 选项仔细思考之后，发现说其实这样子做不但不是更好，还是更糟了。B 选项说设定固定的价格，那问题来了，我们今天希望固定的价格是高的价格还是低的价格？这个选项并没有明确的讲到，它只有说设定固定的价格。但我问各位一件事：如果这个固定的价格是低价呢，那你就是不会受到损失，对不对？如果固定的价格是高价呢，那当然会有利益，但是没有人跟我们讲这个固定价格是赔本的固定价格，还是好的固定价格。多选项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它告诉我们就是把实施之前的面积冲高，乘上固定的折数，就会等于未来的配额。所以面积冲高的情况下，未来配额一定是高的，所以它的方向是确定会增加。B 选项的问题是什么？的确，我们也希望稳定价格，但是这个稳定起来的价格，它只是说价格是固定，没有人跟你讲这个稳定所在的位置是在更高的地方，对我们有利的价格，还是在对我们不利的价格。如果这个价格固定的是赔本卖，那你不就是永远的赔本卖了吗？最后这两个选项相比，方向比较明确，对我们有利的会是独选项。我知道大家都会很直观的觉得说，我们如果要避免未来的冲击，就是要去固定价格，这是金融学上最基本的思维。可是问题是，你只是固定价，可是你固定在什么位置，它却没有明确的讲到。这个选项就变成是一个有关联，但是方向不是很明确的选项。多选项跟你讲的是，不只是固定，我们要尽可能的去提高，把面积提高，那这个时候未来的配额就能提高。不是说不固定哦，而是对我们来说有利。所以这个题目如果没有多选项的话，你选 B 是没有问题。它的确带来一定的稳定程度，它可以确保你不亏。但是多选项不是确保你不亏，还可以确保你往上走，那是不是相对于 B 选项来讲更好？你可以看到 GMAT 在设计混淆选项，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跟方案有关系之外，第二个设计混淆选项的特色，它会给你看到一个相关因素，同时有好或不好的两种影响。就像刚刚讲的，固定价格你到底固定在什么位置上？是赔本卖还是有利可图的卖？它的位置不确定的时候，就会导致交弱还是加强都不确定。当然，它可以是一个备选的选项，但是如果有其他比它方向更明确的选项来讲的话，我们就不会去选那个选项。